你一直这么想，华爷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李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你还好意思哭？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娘，娘，大妹，二妹，娘。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你放了我们吧！三位兄弟，求求你了！三本哥，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啊！这事儿你知道吗？还有这事？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我不知道啊！你给我松开，我去看看啊！王二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
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他是不是很重视？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2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2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面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本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胜仗，你会升官发财的。活该，活该！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我们这1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禧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嘛。慈禧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主席，哎，主席，主席，哦，粟裕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和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好，主席，来，走。粟裕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人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们以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站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我啊，就讲这么多了。哎，粟裕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啊！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粟裕同志，谢谢周副主席。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全面检查了头2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3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际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工程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部。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部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拥背型和半拥背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才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巴德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金福啊，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济南不可撤。老师，你让金福把话讲完嘛。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光庭，
金夫，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你看，金夫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进。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是。其他部署不变，各自做好本分就好。是。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总裁亲自嘉奖。是。开始吧。是。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帽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7旅东调。再派第15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74师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2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周副主席，电报。
主席老总，好消息啊！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上，速度要快！团长，怎么办？所有人，提警队，给我冲！快速通过开阔地！3发榴弹枪，上！盯住！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我不饿。报告，总统。不可能，不可能啊！大林怎么了？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来，超级同志。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摧战鼓，取势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啊！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呐，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啊！校长，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占据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你看。 子修还在替他开脱。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 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
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津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木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莫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4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是啊，政委，有了这支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装备上、后勤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2大集团军的夹击。
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